战浩宇送三人上了飞机后，来了乔氏集团。战总的房子看好了吗？看好了，我能在御怡别墅区买到房子，多得乔总的帮忙。为了感谢乔总的帮忙，我想请乔总吃饭，不知道乔总中午有没有时间？我也没有帮到你什么忙，战总客气了，我中午有个饭局。没事，乔总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再请乔总吃饭。我这个人最不想欠的就是别人的人情，乔总一定要给我一个还你人情的机会呀，否则我天天惦记着乔总。明天吧，明天我们公司全体休息，我也有点空闲的时间自由安排。那好，明天我请乔总吃饭，乔总介意在丰泽酒店用餐吗？要是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去你们乔氏的广元酒店消费。战总决定就好，我无所谓，在哪里都是吃饭。乔总应该还没有在我丰泽酒店吃过饭吧？吃过几次？能让乔总去了几次，说明丰泽酒店还不错吧？你还没有接管丰泽酒店的时候，丰泽酒店各方面都不如我乔氏的广元酒店。等你接管了你们家的餐饮业后，丰泽酒店只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与我广元酒店齐名，并且打成了平手。我是乔氏的当家人，虽说餐饮业不是我亲自负责，身为当家人也会关注集团旗下的各行各业怎么样了。一家不如广元酒店的忽然就追上了我们，我总要去了解一下的。乔总去我丰泽酒店的时候，想必是悄悄去的。明天我亲自去你家里接你，高调的请你去我丰泽酒店。以后乔总只要想换换口味，可以直接过来，我给你友情价。我以为战总会说给我免费呢。乔总去我丰泽酒店的时候，我个人可以包揽乔总在酒店里的所有消费。那我先谢谢战总了。战总的房子花了多少钱买下？低于你们入手时的价钱。我入手的时候是第一手房源，价钱是最便宜的，后面的房价一路飙升，战总竟然能低于我入手时的价钱买下。乔总是不是很感兴趣？是挺感兴趣的，战总杀价的本事很强嘛。我们家的男人都很会杀价，可能就我大哥碍于身份和面子，不怎么杀价吧。不过他当初和我大嫂一起过着平淡的生活时，也为柴米油盐操过心杀过价的。最会杀价的估计就是我了，毕竟我管着吃的，总想着用最便宜的价钱买到最好的食材，做出最好吃的饭菜。我昨天去看房的时候，带着我的风水顾问去的。战总很信这些？我奶奶很信，我们不可避免的也会信一点，比别人了解的也多一点吧。我不知道还能这样操作，还以为战总要多花几百万呢。现在便宜多少钱？比你入手时的总价便宜了1万块钱。好吧，便宜1万块钱也是便宜了。乔总，还有件事想请你帮帮忙的。战总请说，我若是能帮到你的，一定会帮你的。房子买下来了，但是还需要装修，就需要请设计公司帮忙设计。乔总能帮我安排一下吗？你们乔氏集团也是涉及到房地产的，我想这点乔总肯定能帮到我的。对于乔总来说，那也是小事一桩。这个可以，我让人给你安排一下，你们到时候聊聊，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，跟他们说清楚就行了。乔总，你看，你又帮了我，我又欠了你的人情，只请你吃一顿饭，都还不清欠你的人情。天气这么热，江城又是沿海城市，明天我请乔总去海边度假，冲浪、出海、游泳，再吃海鲜大餐，怎么样？战总不用客气，我那也不是帮你的忙，是揽生意呢，又不是免费帮战总装修。我就1天的休息时间，通常都是在家里睡懒觉的，很少出去散心，不能陪战总去海边游泳了。乔总，咱们坐着的位置都是压力极大的，难得休息就要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解解压。乔总若是不想去游泳，那乔总最喜欢做什么运动？我陪乔总。起码我心情不好、压力过大的时候，就喜欢去我家的牧场策马奔腾。巧了，我家也有牧场，平时我们兄弟几个也喜欢去骑马。那明天我陪乔总去骑马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乔总还在忙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明天一早我就去接乔总。战浩宇说完，不等乔涵回话就溜了。我没答应去骑马呀。乔涵当即掏出手机，本想给战浩宇打电话的，想了想后放弃了，转而给自己的弟弟打电话。乔轩，你帮我去打听一下战浩宇这次来江城的真正目的。他来江城能有什么目的？他们家在江城也有生意，他会过来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看似是正常，但我总觉得不正常。怎么不正常法？姐，他是不是算计我们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知觉他这次过来不正常，所以才会让你去打听调查一下。他跟我说的是被家里长辈催婚，催得太厉害了，他为了耳根清净才会跑到江城来避难的。姐，他说的话100%是真的，我也听说了，他们家老太太盯着他兄弟几个呢，的确是催婚催得厉害。战少已婚，战二少爷刚订婚，战浩宇是排第3的，只比战二少爷小3个月而已，催婚催到他头上，正常的很。乔涵沉默。
姐，你从哪一方面觉得战浩宇这次来江城是不正常的行为？一过来就去我们家拜访咱爸妈吗？不是，他登门拜访，那是出于礼貌。我们家与苏家多少都有点交情，战家与苏家却是铁交情。南少的婚礼上，我们与他同桌吃饭，他会来拜访，挑不出毛病。我是觉得他似乎刻意接近我。阿轩，姐最近没有露出破绽吧？没有，一点破绽都没有。姐女扮男装20几年，连你那些同学都不知道你是个女人呢。不说他们，你亲弟弟我跟你一母所生，还是孪生的。每次看到你，我都是不由自主的叫哥，你比我还像男人。战浩宇跟咱们接触的次数5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，怎么可能知道姐是个女的？姐别太多心，他也没有那个本事吧？除非他有火眼金睛。不过姐长得这么好看，扮成男人也是英气逼人。咱们江城的那些年轻女人，只要见过姐的，都会被姐迷住，爱慕姐姐。说不定战浩宇是个同性恋，以为姐姐是个美男子，看上了姐姐呢。阿轩，你先帮我摸清战浩宇的来意，还有去打听一下他的私事，看看他是不是同性恋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去打听打听。姐别想太多了，可能战浩宇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乔氏打好关系。姐是咱们乔氏的当家人，他和姐搞好了关系，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。我们两家公司也没有太多的矛盾，一点小矛盾那是正常的生意竞争。张浩宇不会因此就想着讨好我、接近我的。反正战浩宇不会质疑姐的性别问题的，姐就放100的心吧。我马上去打听打听。战少，你来了。你们四少还好吗？四少爷出院后脾气见风长，比住院时更甚，先生和太太都拿他没办法。东明现在哪里？我去看看他。四少爷在后院，就他一个人，不允许我们任何人去后院。他说他要自己静一静，不想让大家打扰他。我去后院找他。东明，你不能一个人在那里，太阳越来越毒辣，你会被晒中暑的。我刚来的时候，那里还是阴凉的。你要练习走路，也要挑时间，最好就是早晨和傍晚，那时候太阳没那么毒辣，也清凉一点。还有，你不能独自一个人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都没有人知道。我带着手机的，撑不住了，会打电话给他们，让他们来推我回屋里去。战役，我想快点康复，快点站起来，快点走路。我想重新去追求海玲。东明，我知道你想快点站起来，恢复如常，可你也不能着急的。医生说你还是要静养一段时间才做复健的。你这样心急，万一适得其反。我姐那里没事，你暂时不用担心，她身边会有新的追求者。她现在忙着创业，忙着赚钱，压根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心情去考虑感情的事。况且她一直强调，她不想在家的。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你老婆没有跟着你一起吗？别提了，我老婆被拐跑了，我现在和你一样可怜，心爱的女人都不在身边。哪个男人那么厉害，能把你老婆拐跑？他比你还帅，还优秀，还爱海童吗？他不是男人，是女的，他就是那么厉害，比我厉害多了，轻轻松松就把我老婆拐跑了。现在我老婆换了新手机号码都不让我知道，不给我发信息，完完全全的忽略我了。是战奶奶吗？除了我奶奶还有谁？也就我奶奶敢这样对我。肯定是你做了什么事，得罪了你奶奶，奶奶才会这样对你的。奶奶最会挑我们的软肋下手的了，看你以后还敢得罪奶奶不？我没有得罪奶奶，是她心疼她的孙媳妇儿，孙子是充话费送的，她不心疼。那是自然的，孙子多了就不值钱。现在他老人家统共才一个孙媳妇儿，他不疼海童疼谁去？现在你们还没有女儿，若是你夫妻俩以后生有女儿，呵呵，你更是连边都挨不到了。战役抿抿嘴，不接话了。你老婆被奶奶带走了，你不正好可以跟兄弟朋友们聚聚，喝酒什么的？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你和苏南了。苏南不用说，他要陪着他家国宝，我只能来找你。东明，等你好起来了，我们一起打球。你想和我打球呀？可能得等上几年呢。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站起来，什么时候恢复如常，能正常走路。我都笑了，打球的事现在不敢想。会好起来的，只要你坚持做复健，相信1年半载后你就能恢复如常。但愿吧。海林的新饭店怎么样了？再简单的翻修一下，很快便可以开张营业了。等他的新店开张，我要去捧场。我姐一定会请你去吃饭的。但你姐并不爱我，还是把我当成朋友。她在医院照顾我，是她觉得欠我人情，在我需要帮助时还我人情。我妈也给了她1万元1天的报酬。伯母是给了我姐1万元1天的报酬，不过我姐是1分都没有要的，在你面前她才会那样说，好有个理由驳你的。她呀，不想欠我人情，借此机会还我人情。若是收了钱，她就觉得她一直欠着我的人情。我早就猜到她不会收钱的，偏要把自己说成个为钱办事的人。战役，要不你现在陪我去海林的新店走一趟？战役想到自己现在闲得无聊，便答应了好友的请求。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自己开车。
怀念那种及时的快感。我这2条废腿，东明，你那不是废腿，你能好起来的。要是你一点知觉都没有，那才该担心。路过花店的时候停一下，我想给海林买束花。好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婆，你屋里坐着就行，我来招呼大哥。谁是你老婆了？我们还没有结婚呢。咱们订了婚，早晚都会结婚的，你也早晚会成为我的老婆，怕你听不习惯，我现在先练习练习，等我们结了婚，我叫老婆也叫得顺溜，你听着也习惯了。大哥，是要给大嫂买花吗？你们的大嫂不在家，我给她买花，等她回来，花都枯萎了。是东明想买束花送给我大姨姐的。大嫂去哪里了？出差了吧？我听海童说了，这2天要出差的。东明，你要下车吗？麻烦你和奕晨扶我一下。陆四少，宁小姐，我想要1束玫瑰花。好，我帮你包装一下。宁云初微笑的应着，然后转身往屋里面走。没一会功夫，宁云初抱着1束花走过来，他凭着感觉把花束递给陆东明。陆四少，你要的花束帮你包装好了。宁小姐，你真的很棒。熟能生巧吧？刚开始我是经常拿错花，或者被玫瑰花的刺扎到手，包装的时候也会被剪刀剪伤手，但坚持着摸索，时间长了，就算看不见，我也能做好这件事。陆东明若有所思。东明哥现在心态好了很多，事情发生了，总要面对现实的。我能理解陆四少的心情，好端端的，忽然遭受到车祸，伤了双腿，无法站立起来。他有一段时间接受不了也很正常，他还算好的吧。很多人闹得比他厉害的，无法接受自己残了的事实。当年我从鬼门关走了一趟，醒来时眼前一片黑，我听到我小姑姑说话的声音，就问我小姑姑是不是晚上了，为什么不开灯？我小姑姑说是大白天，外面太阳很大，不需要开灯。很快我小姑姑又吓到了，她反复问我是不是看不见，我说我看不见，眼前一片黑。我小姑姑赶紧叫医生，我失明了。我小姑姑搂着我哭了一场，我只觉得天都塌了，眼前一片黑，让我心里慌得很。因为看不见，我缺乏安全感，总是害怕。不说那些了，都是过去的事。我现在已经适应了在黑暗中生活。快开学了吧？是快开学了，你想去见见天磊吗？他估计还在恨着我，不会想见我的。我陪你去找他，他现在住在宛城酒店。他不是住在同学家里吗？总不能一直住在同学家里的，他1周前就住进了宛城大酒店，不过是住的最便宜的房间。他选择宛城酒店，我想是为了逃避你那些表兄弟的骚扰吧。他们还是不死心，因为你有了我，他们极度的发疯。奕晨，陪我去一趟莞城酒店，我跟天磊谈谈。好。很快，战奕晨的豪车便离开了春暖花开。天磊要外出，我先去叫住他，你慢慢下车，小心点。好，你快去叫住他，我自己下车没事的。宁天磊。战奕晨快步走向宁天磊，他扭头看向了走过来的战奕晨，随即视线望向战奕晨的后面，看到了他大姐拄着盲人拐杖，正朝他这边走过来。他看不见，你就这样看着他自己走。你姐来这里的次数多了，慢慢的走，可以的。她也是怕你走了，叫我先来拉住你。你这是要去哪里？你平时就是这样照顾她的，总是任由她自己摸索着走路。你姐她很独立，不喜欢事事都依赖我，她总怕会拖累我。在我的眼皮底下，我能确保她是安全的。她想做什么就由着她。我是帮你姐联系了程医生看眼睛，但我们也要做着最坏的打算。万一程医生都说没有恢复的希望，你姐这辈子就只能在黑暗中度过。她和我在一起其实还有点自卑，只是她隐藏得很好，所以我要让她觉得她不会拖累我，她能自己照顾自己，那样她才有自信与我共度余生。不是说程医生是神医唯一的徒弟，是他的衣钵传人，医毒无双嘛，他也治不好我大姐的眼睛。程医生是医毒无双，但他现在还不方便过来帮你姐治眼睛。现在我们也不能断定他一定能治好你姐的眼睛，我们总要做着最坏的打算。天磊，你放心，你和小姑姑那么信任我，把云初交到我手里，我一定会让云初幸福，也能护她周全的。你们是过来找我的？你要去哪里？我很快就要去学校报到，给自己买点东西。等会儿再去买吧，我陪你去。现在先跟你姐好好的谈一谈。天磊，你要面对现实，接受现实，逃避是懦夫行为。天磊，宁云初慢慢的走到了。你找我做什么？外面热，去1楼的咖啡厅坐着说。说完，他率先转身回酒店。我还是扶着你吧，免得天磊又指责我不够体贴，照顾不好你，由着你自己走。他刚刚担心你不熟悉路，会撞到或者摔倒。天磊还是关心我这个姐姐的。你们是亲姐弟，血浓于水，天磊自然是关心你这个姐姐的。
他是个好孩子，打小就敬我这个长姐，他的爸妈对他保护的也很好，没有让他被他们的阴暗污染。天磊，你瘦了很多。宁云初缩回了手，心疼地说了句：用嘴说我，没嘴说你自己。你以为你长胖了，你还不是瘦了很多？都找了个有本事的男人，有什么事不知道让他去做，自己揽那么多事做什么？没得累着自己。我瘦了吗？一晨老是让我多吃点多吃点，我以为我长成了个胖子呢。一晨也很忙，总不能事事让他帮忙。天磊，宁氏企业是我们宁家的公司，是我们的事，若要帮，该是你帮着姐。别忘了，宁氏的家产你也有份儿的。开学后好好的念书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大人的事我们大人会解决，在学校里也不要过于节省，缺钱了就跟我说，我会往你账户上打钱。你真舍得家产分我一份？哎呦！宁天磊吃痛，只因他大姐在他脸上狠狠地拧了一下。是不是被我说中啊？你现在对我都是虚情假意，要不是我还在念书，说不定你也会想方设法把我弄进去，那样整个宁氏都是你的了，你也替你爸报了仇，出了恶气。宁云初直接一巴掌打过去。宁天磊，你就是这样想我的是吧？他们说什么你都信，我说的你就不信？云初，天磊是有口无心，他还小，很多事情都不懂，理解也不一样。天磊，我知道你始终无法面对你姐，不管你爸妈犯了多大的错，对你来说那都是你的父母，你一向敬重姐姐，却是你姐姐亲手把你父母送进去。但若不是他们犯了错，要受到法律的惩罚，就算你姐再恨他们，也无法把他们送进去。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，撇开骨肉之情，你认为你姐有错吗？宁天磊的眼睛红了，他别开了脸。一晨，我们走吧。他不想再解释。战一晨站起来，扶着他就走。宁天磊跟着站起来。大姐。宁云初并没有停下来，连回头都没有回。宁天磊快步地追赶着姐姐。大姐。这一次宁云初停了下来，但他依旧没有转身。你缺什么东西就去买，提前订好机票，出发的那一天姐安排司机过来接你，若是你愿意就搬回家里住，不管什么时候那都是你的家。大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那样说你，对不起。宁云初依旧没有转身。姐没生气，你不用愧疚，你怎么想的姐都能理解你，但是天磊，你要有自己的想法，要学会明辨是非，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不要被人利用了。当你连自己的亲姐姐都不能信的时候，你能信姑姑和表兄弟们吗？你没有管过公司的事，不知道他们在我们宁氏里做了什么，吸了宁氏多少血。如果大姐不管着公司，你能管得了吗？你可以边上学边打理生意吗？不能吧，你无法管着公司，他们就会自告奋勇地说帮你打理公司。你以为把公司交给了他们，他们还会把公司还给你？就算还给你，也只会是个空壳公司。一晨，我们走吧。好。战一晨体贴地扶着未婚妻再次往前走。宁天磊站在原地，愧疚地看着姐姐离去。